领证那天，男友一家露出真面目，逼我将公司交给他们。芷晴，女人没必要这么拼，婚后还是应该在家带孩子，就是相夫教子才是你的本分。这公司有我儿子就行。我答应后，他们自认为捡了便宜，殊不知等待他们的不是泼天富贵，而是公司的巨额债务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芷晴，马上是一家人了，阿姨就不见外了。在领证前，你把名下的公司过户给浩浩吧。和男友林浩的领证那天，他妈妈突然到访，上来就说了这么一通，这番话就像是一盆冷水，直接浇灭了我的大好心情。他妈之前也说过让我把公司过户给林浩的话，我一直都以为是开玩笑，没想到这次他居然来真的。但这公司是我一手打拼的，是我的心血，怎么能说让就让？更何况公司虽然表面风光，其实已经陷入危机，是负债累累的状况了。这个时候过户给林浩，岂不是害了他？想到这儿，我尴尬地笑了笑，婉拒道：“阿姨，我们还没领证呢，说这些是不是太早了？而且公司那边……”我正准备把公司的状况如实相告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林妈冷声打断：“哪里早了？你们领完证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这个时候不过户，什么时候过户？难道你婚后还想经营公司？为什么不行？这两者又不冲突。”听我这么说，林妈彻底急了眼：“那可不行！结了婚，你就要把重心放到家庭来，操持家务才是你的首要大事。自古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，男人在外面闯荡事业，女人在家相夫教子，伺候公婆，这是你作为妻子、作为媳妇的本分。至于公司，有我儿子就行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封建思想那一套？”我不赞同地皱起了眉头：“阿姨，现在提倡男女平等，不止男人能顶半边天，女人也同样可以。而且家庭是两个人的事，婚后不能只有我单方面的顾家，林浩也同样需要顾家。”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林妈厉声打断：“什么男女平等，都是忽悠人的。丈夫就是天，女人就应该贤惠顾家，三从四德。要我说，你就是被网上那些毒鸡汤给洗脑了，还想让浩浩和你一起顾家，真是疯了。江芷晴，今天你要是不把公司过户给浩浩，我就不让你们领证，到时候结不了婚，尴尬丢脸的可是你。”林妈见我不松口，开始用退婚来威胁我了。我一阵下头，也是冷了脸色，转头看向许久都不说话的林浩，向他要一个态度。林浩，你怎么看？我相信林浩是站我这边的，我们相恋4年，这4年里他一直对我很好。在我因为升职太快被人眼红造谣，被众人孤立的时候，只有他坚持相信我。在其他人朝我泼咖啡欺负我的时候，也是他站出来保护我，后面更是他揭发了那些人的小动作，替我出了恶气。林浩知道我身体不好，他每天都按时给我送饭，更是叮嘱我调整作息。他就像是黑暗里的一道光，总能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，并且温暖我的心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能一路相伴地走过来。林浩是什么样子的人，我再清楚不过。他一向念情，就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基础，他肯定会帮我说话的。可林浩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如遭雷击，愣在原地。芷晴，我妈也没说错，女人是没必要这么拼，婚后还是应该在家带孩子为主。而且我妈也是为了你好，她这是在帮你减轻压力啊。你把公司过户给我，
让我来打理，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再说，我们马上都要结婚了，你就别闹了好不好？你也不想婚礼那天太难看，对吧？听林浩这么说，我又震惊又气愤。他妈都这么欺负我了，他却还是帮他妈说话。而且他明知道我为了我们的婚礼准备了整整半年，付出了很多心血，他却还是以此要挟，疯狂往我的心上戳刀子。这还是我记忆中那个对我关怀入微的暖男林浩吗？我顿时一阵心寒失望。而在我愣神间，林浩和他妈还在咄咄逼人，疯狂输出：我可是你未来婆婆，你给我甩什么脸色？江芷晴，不就要个公司，你至于吗？结婚了之后，这些东西迟早都是我的，你现在过户给我能怎么样？林浩和他妈每说一句，我就心寒一分。我之前怎么就没发现林浩是这样一个下头的妈宝男呢？还有他妈，这算盘珠子都要帮我脸上了，还没结婚就这样算计，结了婚那还了得？我真是眼瞎，居然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婆家。本来还想告诉他们公司负债的消息，好好和他们解释一下，现在看来是没必要了。既然他们非要接受这个烂摊子，那就如他们所愿。想到这里，我冷笑地看着他们，一字一顿道：想要公司，行，我可以给你们。听我这么说，林浩母子瞬间小了声音，满脸激动地看着我。真的，芷晴你同意了？我可是听到了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，要把公司给我儿子，你可不能反悔。我心中狂翻白眼，面上却是乖巧点头。当然，毕竟这场婚礼我可是期待好久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因为一个公司闹不快？而且你们也没说错，合格的女人确实是应该好好在家相夫教子的。见我这样，林浩和林妈自以为拿捏住我了，满意点头，嘴角更是扬起得意的笑容。这就对了，你能这么想，再好不过了。是啊，芷晴，一家公司而已，哪里比得上我们5年的感情？甚至林妈更是趁我不注意，在林浩耳边得意低语：看吧，儿子，妈没说错吧？老婆不打，上房揭瓦，就该这样敲打，不能惯着他。在他们低声耳语的时候，我故作乖巧地走到他们身边。阿姨，你们说什么呢？见我突然出现，林妈吓了一跳，随即眼珠子滴溜溜的直转，算计开口道：芷晴，既然你都答应了，那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办公司的过户，免得之后再生什么变故。一旁的林浩也点头应和：妈说的对，要不今天就先不领证了，先把过户办了。说完，他们就要一边一个把我往外拉。这时，我却突然出声打断：等等，现在还不能过户，他们欠我的东西都还没还我呢，怎么可能就这么让他们称心如意？我可以把烂摊子甩手给他们，但属于我的东西也要一一拿回。为什么不行？林妈立马朝我投来怀疑的目光。你想反悔？我连连摇头，故作为难地看着林浩母子。阿姨，你误会了，我是很想给的，只是最近公司出了一点问题，我暂时还不能脱手。前不久我刚接手了一个项目，如果能做好的话，就能投一赚10，增加10几倍的收入，到时候每天赚个50万都是轻轻松松的，对公司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害。但这个项目毕竟是我全程跟进的，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业务，要是我突然撒手，这大好的赚钱项目可就……听我这么说，林浩眼里瞬间迸射出贪婪的亮光。什么？居然能赚这么多钱？林妈更是笑得花枝乱颤。儿啊，这要是真的，
以后你接手了公司，我们不得赚大发了，真就躺着赚钱。芷晴啊，既然这项目这么有潜力，那你就快点完成吧，尽早做好交接，把公司过户给浩浩，这样你也可以趁机给自己放假休息一下。这话说的明明就是他们想坐享其成，却非说成是为了我好，真够虚伪的。我皱紧眉头，半天才为难开口：阿姨，我也想加快进度啊，可最近这项目资金紧张，现阶段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我就是想推进也推进不了啊。林妈一听，立马询问：不对啊，芷晴，你不是有存款吗？还有嫁妆，怎么会资金紧张？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这不是都拿出来置办婚礼和买房了吗？阿姨，林浩的房子还有你名下那套新房，就是我全款买的，你忘了当初我和林浩订婚的时候，林妈非要让我给他和林浩各买一套房，说是看看我的诚意。一开始我没同意，这些年林浩的吃喝开销全是我出钱，我为他花的已经够多了，可林浩却在我面前诉说他妈的不容易，说他爸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是他妈把他拉扯大，他要回报他妈的恩情，还给我各种洗脑，说我是他媳妇，也应该和他一起帮衬孝顺他妈。当时我恋爱脑上头，没多想就答应了，很快就给林浩和他妈一人买了一套房。现在想来，他们那时就已经开始计划谋夺我的家产了，现在更过分，连公司都不放过，甚至到了吃绝户的地步。怪我眼瞎，居然找了这么一家子吸血虫。好在我清醒了，我不会让他们白白占便宜，属于我的我会让他们全都吐出来。听我这么说，林浩母子皱紧了眉头，很是为难，心思全都写在脸上了。他们并不想把房子套现，毕竟那可是到手的房产，但公司的诱惑又很大，不给资金推进项目的话，他们就没法顺利得到公司。见他们这样，我继续刺激道：哎，要不公司过户的事还是再等等吧，等凑齐资金了再说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凑齐资金，可能1个月，也可能2、3年。算了，我看今天还是去领证吧。听我这么说，林妈眼里的算计都要溢出来了。她把林浩拉到一旁，低声道：儿啊，要不还是把房子卖了给芷晴当资金吧。妈想了想，2套房换1个公司，稳赚。林浩一向听林妈的，自然没有异议。想到这儿，林妈咬咬牙，肉疼开口：芷晴，资金的事你放心，我和浩浩这就把房子卖了给你的项目凑钱。说完，他们找出了房本，立马联系了中介，果断把房子挂出去卖。因为是新房，加上这片区域房子供不应求，房子很快就被卖了出去。他们也收到了对应的房钱。就在林浩要把钱转给我的时候，林妈突然伸手阻止，眼神凌厉地看向我：不对啊，芷晴，公司法人是要担责的吧？你就这么贸然地转让公司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岂不是要我儿背锅？听林妈这么说，林浩也反应过来不对劲，狐疑地看着我：对啊，妈说的有道理啊，芷晴，你前面还那样拒绝，却突然这么爽快地转让公司，该不会公司真出问题了吧？我当场被气笑，不是你们非要我的公司吗？一开始我拒绝，你们不乐意，现在我同意了，你们也不乐意，那你们要我怎么做？被我这么一对，他们瞬间语塞。林妈思索片刻，拉过我的手，笑眯眯道：哎呀，芷晴，你别生气，阿姨这不是也怕出意外吗？要不这样，这公司就不用你过户给浩浩了，你把股份转让给我们浩浩就行。这样的话，法人还是你当，
我们浩浩就当个股东，这样他既能帮你打理公司，你也能挂个名头，公司还是你的公司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听林妈这么说，我心中疯狂冷笑，好一个两全其美，这明明就是风险我全担，好处他们全得，想得到美。见我沉默不说话，林浩也是急了，芷晴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不会真的想坑我们吧？林妈也是上下打量着我，眼里疑色更浓。芷晴，只要你把股票转让给浩浩，阿姨立马把钱给你。几只股票肯定比不上公司重要，对不对？呵，这老巫婆一言不合就开始搞威胁，还是用我的钱来威胁我，这本来就是我的钱，真是给脸了。看来这些年真是太纵着他们了，他们已经猖狂到没有自知之明了。不过为了要回嫁妆和存款，纵然我在心里翻白眼，面上还是假装迫不得已的松口同意。那好吧，我同意，反正都是一家人，我和林浩谁接手公司都一样。听我这么说，林妈林浩默契的对视一眼，他们自以为拿捏住了我，嘴角不禁勾起一抹得意的微笑。你能这么想，再好不过了。那事不宜迟，现在就转让股票吧，这样你也好早点拿到资金。我点头应下，联系律师上门拟定转让协议。很快手续办好了，我名下的股份都转让给了林浩。拿到转让书后，林妈和林浩呲着大牙花，乐呵得根本合不拢嘴。他们甚至已经激动到当着我的面计划以后怎么在公司里作威作福了。儿啊，你出息了，以后你可就是公司里的大股东了，谁见了不喊一声陆总？而且公司赚的钱大头都是咱们的，关键咱们还不用承担风险。妈，要真这样的话，那到时候可以把表弟表姐他们都招进来，让他们好好羡慕一下。真以为这样就高枕无忧了？太天真了。只要我想，我有千万种方法把风险甩包回去，主打的一个就是玩死他们。林浩母子现在还沉浸在得到股份的喜悦里，殊不知等待他们的不是破天富贵，而是公司的巨额债务。很快林浩就凭借这份股份转让书空降成为了公司的大股东。他一进公司就疯狂摆谱，不仅要裁掉我一手栽培起来的老员工，还要疯狂往公司里面塞他的亲戚，但这些全都被我制止了。林浩在亲戚面前丢了面子，因此把怒火撒到了我身上。江芷晴，你凭什么不许我裁员，还不让我亲戚进来？我之前都答应好他们了，就因为你一句话，我脸都丢没了。你别忘了，这可是我的公司。我冷笑回复，那你也别忘了，我是法人，有最高的话语权。再说了，你那些亲戚是你自己答应的，我可没同意。你，林浩火冒三丈，却偏偏拿我没办法，只能打碎了怒火往肚里咽。之后林浩好几次想在公司里进行改革，也都被我以法人的身份一一否决了。久而久之，林浩憋闷得受不了了。有一次，他趁着午休跑去茶水间给林妈打电话，宣泄自己的不满。我路过门口，刚好听了个真切，顺便默默点开了录音。妈，我真是受不了了，你明明说了有了股份我就能为所欲为，可我在公司却处处受制，更是被江芷晴强压一头，连塞个亲戚都塞不了。我名义上是大股东，实际上却一点实权都没有。就因为江芷晴的法人身份，这里本质上还是他的公司。半晌，电话那头响起林妈尖酸刻薄的声音。因为是午休，所以在静谧的茶水间里显得格外响亮。儿子，你傻啊？
你看他不爽，把他开了不就好了？林浩一听不乐意了，那不行，开了风险不就没人担了？再推一个上位就好，比如你表弟啥的，反正只是个背锅的。听林妈这么说，林浩也是赞同的，发出嘿嘿的奸笑。妈，你说的对，就这么办。等他们说完，我保存了录音，更是扬起了一丝冷笑。林浩母子上钩了，他们不知道没了法人，实际控股人也是要担风险的。真不枉我这些天疯狂挑战林浩的权威，各种刺激他。很快，我如愿被裁了。林浩美其名曰这么做是因为我太辛苦了，想让我借机休息一下。我没反对，因为这个结果我也很满意。毕竟开除了之后，这家公司的债务就和我没关系了。这之后，林浩在公司里疯狂裁员，裁了好多，我的老员工也都进行了2N+1的赔偿，同时把亲戚都塞进了公司里，用来填补空缺的职位。因为亲戚们的吹捧和夸赞，林浩整个人也是日渐膨胀了起来。为了确保公司的债务不会殃及到我趁着林浩膨胀的时候，当着他的面有意无意地提及结婚的事情。林浩，现在你接手公司了，我也主动退位了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毕竟结婚之后，公司才能算作婚后财产，不然你总拖着，我也没有安全感。林浩一听，面上答应，背地里却和林妈商议要尽快给公司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，这样的话，公司就是他的私人财产了。在我有意无意的提醒下，林浩很快就偷偷做了公证。这下公司是彻底和我没关系了。他高兴，我也很高兴。在他做完公证的那一天，我火速打包行李，连夜从他家搬回了自己家。在家里，我也没闲着，用手机连上公司的监控，实时观看公司的状况。这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林浩和他亲戚都霸占着公司，在里面各种摆谱得意，不仅让人端茶倒水，还经常挪用公款吃喝玩乐。显然，他们还不知道公司马上就要爆雷了。为了让雷爆得更彻底，我还好心给债主提供了林浩的联系方式，让他们有事找他。毕竟现在这可是他的公司，债务自然也是他的。也不知道林浩发现公司负债累累时会是什么模样。没过几天，我就知道了。只见林浩和林妈满身狼狈地找上门，气汹汹地质问我：江芷晴，为什么公司里会有一群人上门要债？他们还说你欠了他们5000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看着林浩母子，一阵冷笑，就是你们听到的这么回事。公司的确是欠了5000万。听我这么说，林浩母子震惊地瞪大了双眼，气得浑身颤抖。他们脸上的表情更是青了紫，紫了绿，像极了打翻的颜料盘，精彩万分。林浩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怒吼出声：江芷晴，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们？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被债主揍成这样。说这话时，林浩还不忘指了指被打成猪头的脸，看起来很是滑稽可笑。我看着他，嘲讽出声：你可别血口喷人，我什么时候欺骗你们了？不是你们非要抢走我的公司吗？我让给你们，你们怎么还不乐意了？听我这么说，林浩的眼里都在冒火。这能一样吗？你让的那是公司吗？明明就是烫手的山芋。江芷晴，公司负债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拿我和我妈当接盘侠。林妈也冷眼瞪我，在一旁疯狂附和：就是就是，你个死丫头，心机深得呢。听他们这么说，我当场气笑。是我不想说吗？你们压根就没给我机会说啊！而且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
不是你们各种道德绑架、各种威胁，非逼着我转让股份的吗？这可怨不了我。听我这么说，林妈当场气得跳脚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。说到这个，我就来气。江芷晴，明明你是法人，我儿只是个股东，凭什么他们要我儿子还债？你现在赶紧把这5000万的债给还了，不然我要你好看。我看着林妈，一字一顿道：这不是你们把我辞了吗？说来我还得感谢你们呢。若非如此，这债务也不会顺着落到你儿子身上。毕竟法人不在的情况下，实际控股人是要顺次承接债务的。听我这么说，林浩气得满脸通红，像极了胀气的红气球。你，江芷晴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再加上这公司之前也是你坐镇，这债务自然有你一半。你不说这个我都忘了。那正好，趁着这个机会我们退婚。还有，你们可是背着我做了婚前财产公证的，现在这是你们的公司，债务自然也是你们的，和我半分关系都没有。真要还也是你们还，祝你们好运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做了公证？林浩说着说着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青筋暴起，怒喝开口：啊，该死！原来都是你的故意设计。我就说那段时间你怎么一直催着要结婚？林浩火冒三丈，攥拳就要朝我揍来。我灵活闪身，顺势躲过，他当场扑空在地，狠狠摔了个狗啃泥。这一摔，直接把林浩的牙摔掉了好几颗，满嘴鲜血。护犊子的林妈见状，立马跑向林浩，一边心疼关心他的伤势，一边愤恨地瞪着我，叫骂道：江芷晴，你个死丫头，谁让你推我儿的？你这是故意伤害，我要报警抓你。林妈说报就报。很快警察赶来了，一看到警察，林浩母子瞬间双眼发光，仿佛看到救星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们已经冲到警察面前，恶人先告状了。警察同志，你可要给我儿做主啊！这江芷晴不仅诈骗我儿，害我儿背上巨额债务，前面还动手将我儿打成这样，他这是故意伤害，您快把他抓走。是啊，警察同志，要不是我妈及时报警，我都要被他揍死了。林浩和林妈一唱一和，还专门露出脸上手上的伤口卖惨。有一些伤口是债主打的，他们也一并清算到了我的头上，并且狮子大开口，向我索要巨额的精神损失费。总之，你要不给我50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这是休想翻篇。警察了解了大致的事情经过后，转头向我询问：江女士，是这样吗？我摇头，也实话实说了事情的经过。我并没有动手打人，反倒是他们咄咄逼人，不仅私闯民宅，还试图对我动手。胡说，你这是造谣！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林妈厉声打断。谁私闯民宅了？谁对你动手了？有证据吗？你就瞎说！林妈这一副无赖模样，明显就是笃定了我没有证据。我看着她，冷声道：不好意思，还真有。说着，我当着他们的面播放了屋内的监控视频。之前因为养猫，所以我在屋里装了个监控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监控，前面林浩母子的所作所为都被记录了下来。我把监控视频上交给警察，并借机控告林浩母子。警察同志，我要控告林浩母子非法入侵，并且他们还试图对我进行人身威胁。我要求他们赔偿我的精神损失。看到监控后，林浩母子瞬间垮了脸，脸色更是黑成了锅底灰。他们怎么都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一手。铁证面前，他们没法辩驳，气得浑身哆嗦。最终，
警察让他们赔偿了我1500的精神损失，然后将他们强制带离了我家。而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，我也在警察的指示下清空了监控视频。离开前，林浩冲我咬牙切齿，更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江芷晴，你有种，你给我等着！他的目光阴森狠厉，让我后背一阵恶寒。很快我就知道他这眼神是什么意思了，因为当晚我就被人骂上了头条。这件事还是冲浪吃瓜的闺蜜告诉我的。得知自己上了头条，我还小小的暗喜了一下，可在看到闺蜜发来的头条帖子后，我却是血液倒流，气得浑身颤抖。因为这头条是负面头条，而发帖子的也不是别人，正是林浩母子。他们记恨白天的事情，所以发帖疯狂造谣抹黑我。我必须把我女友江芷晴挂出来。你们不知道这个女人对我和我妈有多过分。我们相恋5年，这5年来我对她始终如一，可她呢，不仅骗走了我和我妈的房子，骗我们卖房套现去挽救她岌岌可危的公司，还把负债的公司甩包给我们。现在好了，我们房子没了，还平白无故的背了一身巨债。前几天那些债主还上门把我狂揍了一顿，我气不过就去找女友理论，结果他直接报警告我和我妈私闯民宅，我们被迫赔了精神损失。到头来我们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没捞着半点好。林妈也在帖子下面疯狂评论，诉说苦楚。我儿命苦啊，被这么一个讨债鬼给缠上。当初就是因为这女的把公司当彩礼过户给我儿，所以我们才会把房子给她应急。谁知道她直接捐钱跑路，留给我们一对烂摊子。我们本就是孤儿寡母，现在可怎么活啊？我真想问问她，我们待她不薄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？林浩母子一唱一和，字字珠玑，句句在理。为了让网友信服，他们还专门在帖子末尾附上了一系列的证据，有他们卖房的交易记录，有他们之前的房本照片，还有公司的股份转让以及负债记录。当然，为了博取同情，他们还附上了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痕。帖子一发出来，立马在网上掀起千层浪，疯狂引起网友共鸣，引得网友在底下疯狂评论：林浩小哥也太惨了吧，这女的真不是个东西啊，又骗钱又骗房，完了还拍拍屁股走人，妥妥捞女啊。就是她说走就走，后果全是林浩替她承担了，这伤痕看了就疼。负债的公司换了2套房，可真能算计，诈骗犯看了都甘拜下风。心疼这对母子遇上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真是倒了血霉。他这样转嫁风险让你们背债，已经涉嫌诈骗了，你们可以报警抓他的。不行，隔着屏幕拳头已经硬了。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啊，地狱空荡荡，恶魔在人间，这种贱女人死后就应该多下几次油锅。有没有好心人知道这女人的联系方式？老子骂不死她！随着网友的不断议论，舆论也在不断发酵。自诩正义的网友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疯狂给我发私信谩骂，问候全家，更是短信、电话各种骚扰，轮番轰炸。有些网友更是人肉出了我的工作地址，纷纷给我老板发去举报信，强烈要求老板把我开除，说我这样劣迹斑斑的人不配有好工作。到后面老板也受不了了，只能被迫停了我的职，让我暂时休假在家。这期间林浩也趁机给我打电话，疯狂落井下石，冷声嘲讽：江芷晴，被网暴的滋味不好受吧？
听说你还被停职了，那可真是太惨了。你还有脸说我会这样，还不是拜你所赐？我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。听我这么说，林浩笑得更欢了。那也是你自找的，江芷晴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我可是念在我们5年的情分上才给你打这通电话的。毕竟5年相处，我也不忍心看你这样落魄。这样，我可以帮你发澄清声明，但你得先答应我几个要求。第一，帮我们把巨债还了；第二，赔偿我和我50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；第三，再给我和我妈买1套房，还有名下财产分我1半。没等林浩说完，我当场气笑，想屁吃呢？你说的这些，我一个都不答应。没等林浩再次狗吠，我已经挂断了电话，同时保存了通话记录。被我拒绝后，林浩怀恨在心，开始变本加厉地在网上发帖抹黑我。他甚至还买了水军控评，这是要让我彻底社死的节奏。不过我毫不在意，淡定地把他在网上骂我的话全都截图保存了下来。这可都是现成的证据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造谣到一定程度也是要坐牢的。按这趋势，很快我就可以起诉林浩对我恶意造谣了。网络上的舆论还在疯狂发酵，闺蜜见状替我鸣不平，要帮我买公关，发声明澄清，我却拒绝了，摇头开口：谢谢你的好意，但现在这么做只会越描越黑，说不好还会起反作用。听我这么说，闺蜜都急哭了。那怎么办？就这样放过他们？我摇摇头，勾唇冷笑，当然不，只是现在还不是好时机，搞不好还会被反咬一口。再等等，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我的不阻止。网上舆论疯狂发酵，帖子热度不断攀升。在网友的呼吁下，林浩母子甚至开了个直播间，他们在里面一边通过骂我持续引流，一边疯狂卖惨，引得不少网友纷纷打赏，借机疯狂敛财。看着他们在网上越发的有人气，闺蜜急得原地打转，我却一心只顾收集证据。林浩母子狡猾得很，要把这2条恶犬彻底打死，没有大量的证据怎么行？还好我对他们一直都有防备心理，在他们进入公司前，我就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安装了好多监控，还和手机远程连接。林浩母子之前在公司的丑态我都一一记录了下来，现在正好拿来当证据。还有之前在茶水间里偶然录下来的林浩母子谋夺我财产，计划把我开除的录音。当然我还特地去找邻居录了口供，让他们帮我作证。领证那天是林妈先上门挑事的，还非逼我把公司转让给林浩。还有之前的购房记录，能证明林浩母子名下的房是我买的，再加上前面和林浩的通话记录，这么多证据，我倒想看看林浩母子还能怎么狡辩。我把这些证据整理打包到了一个文件夹里，然后匿名进了林浩的直播间，静等机会。在林浩母子的引导下，网友疯狂输出，对我谩骂不已。很快舆论就发展到了高峰，几乎是同时，我在直播间里把先前打包整理好的证据全甩了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江芷晴，你们在骂我之前不妨先看看这个。一直以来你们都被林浩母子给骗了，忘恩负义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他们。他们一直都在贼喊捉贼，他们是卖了2套房给我套现补齐资金，但我拿得问心无愧，因为他们名下的房子本来就是我用嫁妆给他们买的。其次，我一开始是拒绝把公司给他们的，但是他们非要苦苦相逼，甚至以逃婚做威胁，
所以我才答应的。还有，他们抢了我的公司，还要将我开除，甚至还背着我偷做了婚前财产认定，所以现在背负一身债也是活该。最后，他们发现公司负债了，第一时间就是回来让我还债。我不同意，他们就要上手打人，我也是迫于无奈才报警的。说到后面，我也带上了哭腔，给人一种委屈巴巴的既视感。不就是卖惨吗？谁不会啊？被我这么一说，直播间瞬间安静，很快弹幕再次占屏。不过这次骂的不是我，而是林浩母子。搞半天我被骗了，原来是你们这对黑心母子在造谣。好一个软饭硬吃，明明是芷晴小姐姐给你们买的房，你们不知感恩就算了，还反过来做她的人情，可真有你们的。而且他们说的是什么裹小脑的言论？谁规定了女人就得相夫教子？封建余孽，别太搞笑。就是他们现在这样就是活该，自作自受。谁让他们非要抢别人的公司？妥妥爽文反转，不是想要公司吗？怎么到手了还不高兴？是天生不爱笑吗？你不笑，那我可就笑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舆论当场两极反转，之前骂我的网友现在都跑去骂林浩母子了，而且因为林浩母子欺骗了网友，所以他们会骂得更狠。后来还是林浩反应过来，率先切断了直播，试图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。可惜已经晚了，网友的愤怒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，他们早就录屏保存了，现在更是疯狂转发评论。很快这件事就冲上了头条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林浩母子彻底出名，更是当场社死，他们的直播号因此被封。网友更是通过客服索要回了他们之前的打赏，但网友的愤怒却并没有因此消减。为了泄愤，他们疯狂网暴林浩母子，不仅对他们进行骚扰电话和短信的轮番轰炸，更是时不时的给他们制造些小惊喜，或者是门上泼粪，或者是死老鼠肉夹馍，又或者是恐怖包裹，甚至就连他们走在路上都能被网友扔石头、吐口水。更惨的是，因为他们的爆火，追债的人轻易的就要到了他们的住址，每天都拎刀上门围堵，疯狂要债。林浩母子被折磨的那叫一个痛苦不堪，精神都快崩溃了。没几天，我就收到了林浩打来的电话求助，他语气哀求，声音更是颤抖的不成样子。芷晴，晴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算我求你了，看在我们过往的情分上，你帮我发一个澄清声明，让那些网友别再来骚扰我们了。我妈因为受不了网友时骚扰，都卧病在床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不能再借我点钱，我好拿去还债？你放心，这钱是我借的，我保证还不帮。我冰冷地打断了林浩的卖惨，我们早就退婚了，现在就是没关系的陌生人，我凭什么帮你吗？还有，你现在开始要死要活了，那你们当初造谣我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过我的感受呢？现在这样，纯属自作自受，你和你妈就好好受着吧。说完，我果断挂断电话。提到造谣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之前林浩母子在网上造谣我的事情，我还没找他们算账呢，正好借此机会一并清算了。这么想着，我联系了专业律师，把之前保存的证据都发给了他，让他帮我打赢官司。几天后，我向林浩母子提起诉讼，在律师的帮助下，我毫不意外地胜诉了。巧的是，那天对林浩母子提起诉讼的不止我一人，还有好多债主，他们也都一一胜诉了。最终，
法院给林浩母子送去了一沓传票，他们不仅要赔偿我5万的精神损失，还要赔偿那5000万的债务。这之后，为了还钱，林浩母子只能宣布公司破产，他们不得已将多年的存款拿了出来，又被迫卖掉了乡下的老家，更是砸锅卖铁，各种借贷，七拼八凑，好不容易才凑齐了这笔巨款。等还清债务和我的损失费后，他们已经是一贫如洗了，没地方住，又因为社死找不到工作，他们去求昔日的亲戚帮忙，结果亲戚直接闭门不见，身无分文的他们只能沿街乞讨，被迫流落街头。乞讨的途中，听说林浩还因为争夺地盘被丐帮帮主硬生生地打断了一条腿。这之后，他们都没再打扰我，我难得清静了一阵子。可惜这份清静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很快就被重新打破。某天，我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，却发现门半开着，我心下一惊，当即冲进屋里查看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一棍子敲晕，两眼一黑，当场昏死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家废弃建筑物里，双手双脚都被反绑在一把破椅子上。江芷晴，你可算是醒了。阴冷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，顺着声音望去，我看见了2个熟悉的面孔，林浩和林妈。果然是他们干的好事。我冷冷看着他们，一字一顿道：非法绑人，恶意囚禁，你们这是犯法的，起码3年起步。你们现在把我放了，这样还能从轻处罚，不然到时候可就不止坐牢那么简单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林妈就抬手给了我狠狠一巴掌，破口大骂：死丫头，你搁这儿威胁谁呢？还坐牢？你再胡说，我就把你舌头割掉。林浩见状也在一旁冷笑：江芷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端着你的高傲？看来你还没搞清楚状况，现在你可是阶下囚，有求于人的不是我们，而是你。而且我们都被你害成这样了，还会在乎犯法吗？我们绑你来就是为了和你同归于尽的。说着，林浩双眼猩红地朝我逼近，抬手又给了我好几巴掌。他的力气不算小，几巴掌下来，我已经被扇得嘴角发猛，嘴角渗血了。见我这样，林浩脸上闪过一丝得意，眼里满是偏执和癫狂。江芷晴，你也有今天，我早就看你不爽很久了。我和我妈会变成今天这样，都是拜你所赐。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？都是因为你，我们才会被网暴，也是因为你，我们被迫卖房还款，四处借款，受尽白眼，最后还要流落街头，沿街乞讨。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凭什么你这个罪魁祸首屁事没有？我们却过得这样凄惨，我不甘心，是你毁了我们，那我也不能让你好过。就算要下地狱，我也要拉你一起。说着，林浩怒目圆睁地瞪着我，眼里写满了杀意。我死死咬唇攥拳，克服恐惧，强迫自己和他对视。再坚持一会儿，他们马上就赶到了。为了争取时间，我冷声回对道：林浩，你别什么都怨天尤人，你们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们自作自受。要不是你们欺人太甚，总是抢占不属于你们的东西，也不会变成这样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们怪不了任何人。听我这么说，林浩当场气炸，双眼都在喷火。江芷晴，你这是找死！说着，他让林妈把我压制住，自己则抄起了地上尖利的钢棍，狠狠朝我刺来。都是你害的，我杀了你个贱女人！在钢棍离我只有咫尺距离的时候，他们及时赶到了。是的，他们不是别人，正是警察。只见警察直接破门而入，
巨大的声响把林浩母子吓得愣在原地，纷纷停止了动作。趁他们分神的空隙，警察蜂拥而入，一脚把林浩踢飞老远，更是反折双手，3两下就将其制服。林妈见状，捡起地上的钢棍，想从背后偷袭我，结果也被警察发现并及时制服。做完这一切，警察连忙过来给我松绑。江女士，没事吧？我冲他们微笑道谢。没事，多亏你们及时赶到，那也是你安全意识高，提前报警，还随身携带定位器，不然我们还不一定能赶到。听着我和警察的对话，林浩母子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纷纷朝我射来眼刀。什么？你们是一伙的？你个死丫头！我就说警察好端端的怎么会来，原来是你。我看着声嘶力竭的他们，抱手冷笑：是我一直都对你们有所防范，所以定位器从不离身，更是在进家门前就已经短信报警了。在我看到家门半开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是你们的阴谋。那你为什么还进来？林浩不解的怒吼。我冷眼看着他，一字一顿道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我要不进去，怎么让你们放松警惕？你们要是不放松警惕，做些违法犯罪的事情，我又怎么好把你们彻底送进去呢？所以我选择主动上套，给你们犯罪的机会。好在你和你妹也是没让我失望，现在人赃俱获，你们往后的日子可真是有盼头了啊！江芷晴，你设计我，你个贱女人！我杀了你，你个灾星！前面我儿就该弄死你！林浩母子就像2个炮竹，一点就炸。他们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警察强行压了下去。我配合警察做了个简单的笔录，最终因证据确凿，林浩林妈故意杀人罪成立，喜提10年的有期徒刑。据说在里面他们过得可惨了。林浩一进去就得罪了里面的大哥，不仅被迫当狗腿，还要当大哥的出气筒，每天疯狂挨揍。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，当场给了大哥一拳，结果被愤怒的大哥当场折断手指，打断双腿，更是被小弟痛揍了一整个下午。听说那天下午牢里都是他的惨叫声。陆母得知林浩受伤后，气得直接跨牢去扯大哥的头发，结果被火冒三丈的大哥硬生生地打掉了牙齿，拔光了头发，还撕烂了嘴。这样挺好，以后都不会得罪人了。我丝毫不同情林浩母子，只觉得大快人心，都是他们罪有应得。这之后，我没再关注他们的消息。他们也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圈，摆脱了他们之后，我不再内耗，开始专注自己的事业。我带着从林浩母子那边要回的资金和被辞退的老员工，重新创立了公司，事业蒸蒸日上，我也顺利迎来新生，人生还在继续，未来依旧美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